你真的看懂了漫威电影吗？就单独拿钢铁侠2来说，里面就有14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隐藏小细节，但漫威却又喜欢把精髓藏在这些镜头中。也许大家之前错过了，但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将会把它们一一列出，等你看完后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细节狂魔。第一，在电影的开头，伊万·凡科创造了他的第一个反应堆时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份报纸。如果你比较仔细，就能发现最后一篇文章是由小罗伯特·唐尼写的，这实际上是对唐尼聪明的一种引用，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在电影中提到他的真实名字。第二，在生日派对上，托尼与罗德打架时撞烂了天花板。注意看小辣椒在目睹这一可怕事件后是如何被吓到的。不过黑寡妇却摆出了正当防卫的姿势，从这儿也能看出小辣椒的本能让他害怕，而娜塔莎的本能则是让他适应了防御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如果黑寡妇也被吓到了，那这会显得他多么无能。但因为漫威对每个细节都非常关注，所以必须要确保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表现。电影中的这种连续性细节是漫威成功的关键。第三，当托尼在电影中第一次使用马克4装甲时，他必须先把腿放在行李箱中。但注意，其实该行李箱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展使用，因为它在每一边都有2个角孔，所以小辣椒随意扔过去，托尼也能从任何一边进入。第四，当托尼把设计蓝图扔到墙上时，会有一个类似篮球得分的画面，可以看到分数从17增加到18，但请注意，还有另一个分数为9，这表明托尼的对手已经得到了9分。如果猜的没错的话，那个人肯定是罗德上校，因为他可不会跟小辣椒玩这种游戏。第五，当托尼刚开始比赛时，仔细看一个帐篷顶上的名字，上面写着法夫罗。然而哈皮又名乔恩·法夫罗，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。经过进一步查找资料研究，乔恩·法夫罗有一个儿子叫马克思·法夫罗，所以这可能是给他的家人的一个微妙引用，就像罗素兄弟让自己的家人去饰演配角。第六，回到托尼正在类似打篮球的场景，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尼的手提箱装甲蓝图大约还有45分钟完成。这套盔甲是在后续才出现，所以在托尼穿上它之前就已经有了伏笔。第七，在最后一场战斗中，托尼使用了只能发射一次的激光。通过近距离观察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托尼告诉罗德低头时，他的套装已经在准备激光了。Get down！这个技能，托尼曾经在复仇者联盟中也用过很短的一段时间。原来在钢铁侠2中还有这么多你没发现的隐藏小细节。第八，当前期导弹辜负众望后，钢铁侠和战争机器都发出了取笑，但实际上前期属于动能导弹，为了让它发挥作用，使用者必须以超音速发射。This is a kinetic kill sidewinder vehicle with a secondary cyclotrimethylene trinitramine RDX burst。所以前期并不是真的失败了，只能怪贾斯汀哈默没叮嘱好，导致罗德不知道如何正确发射。如果它起作用了，从这个距离来看，前期不仅会杀死伊凡万科，还会消灭钢铁侠和战争机器，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没有起作用是件好事。第九，就在燃料会之前，贾斯汀哈默问伊凡万科，他拿无人机做什么？万科回答他，能让无人机敬礼。What can you make them do? I mean, this is a weapons demonstration. I can make salute. You can make salute? What do you mean make salute? 敬礼 salute 这个词翻译成俄语后是烟花爆炸的意思，所以万科说的没错，他最终把所有的无人机都变成了烟花。第10，当抓住了伊凡万科后，托尼摧毁了他的卫星反应堆，但就在动手之前，贾维斯向托尼详细反映了情况。你可以看到该反应堆能量输出是每秒 1.68亿焦耳，而托尼在洞穴里用一堆废料开发的反应堆，每秒可以达到30亿焦耳的能量。 What could it generate? If my math is right, I don't know what it is. 3 gigajoules per second. 从这也能说明他们2人的科技水平根本就不是同一级别。第11，当托尼买了一些草莓准备给小辣椒时，他是用一块超级昂贵的手表付的钱。如果把镜头放大，其实可以看到这块表可能是钢铁侠1中奥巴迪亚送给他的。虽然我们都知道它也许不是相同的手表，但漫威喜欢倾向于连续性细节，所以我完全相信这就是钢铁侠1中的。第12，当伊凡万科黑进战争机器的系统时，办公用户界面语言从英语变成了俄语。第13，当托尼对黑寡妇做背景调查时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娜塔莎曾在哈默工业公司待过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能打败看守并轻松进入主房间的原因。第14，当托尼和小辣椒到达摩纳哥时，有人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，然而这张照片再次出现在复联1中。看到这里，不得不佩服漫威的连续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钢铁侠2中的细节，你对这些看法是否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有，请在评论区说出来，希望能收到你的意见。关注我，下期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视频。